今天我要用海苔和马铃薯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曾经说过，我觉得马铃薯好像万用的食材，不管是蒸、煮、炒、炸都很好吃，可以变化出各种各样的料理，所以就是我们家的常备食材。尤其是我怀念家乡味的时候，一定会把它拿来煮咖喱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rsty Wong TV， 我是 Kirsty 巴拉妈。那现在我们就来用马铃薯和海苔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。准备1颗马铃薯，把马铃薯削皮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马铃薯削好皮，洗干净了，现在把马铃薯切薄片。把马铃薯放入盘中，排整齐，准备拿去蒸。蒸东西有习惯用电锅，外锅放半杯水，因为今天只有蒸1颗马铃薯。准备1条杏鲍菇，把杏鲍菇用手剥成丝状，不用太细，等一下还要切小丁。我们家的孩子啊，最爱吃的就是海苔了。其实我也很爱吃，有时候嘴馋的时候就会去 7-Eleven 买1包海苔来吃，因为香酥又爽脆的，比起吃洋芋片好像没有那么罪恶感。然后孩子们呢，有时候呢也会这样子当零嘴吃，或是像女儿小元宝啊，碗里面如果加1片海苔的话，就吃得特别快哦，因为很香很开胃，吃饭就突然会变快。海苔呢，除了味道很香很好吃啊，其实也富含了多种维生素、矿物质，还有膳食纤维。大家知道海苔是怎样来的吗？制造成海苔的原料是紫菜，海苔呢是紫菜制成的加工食品。紫菜生长在海边的岩石上，然后摄取了海水中的精华，所以它就富含了很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有人呢称为紫菜是叫做岩胶珍宝。海苔呢，它需要干净的浅海中生长繁殖，生长这个过程呢，需要繁殖的，需要一直细心的去呵护它。一开始呢，是把海苔孢子养殖在牡蛎壳上，然后进入秋天的时候，海中就架设竹网、铺网，再等到海水水温下降的时候，才将牡蛎壳固定在盆网上，让海苔孢子呢附着在这个海苔网上。持续的繁殖一段时间后呢，等到冬天海苔才会成熟，这时候呢，渔民就可以去采收海苔啦。切完丝了，现在把它切碎。把杏鲍菇放入盘中。准备1/3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蒂头先切掉，把红萝卜切片，把红萝卜切丝，换一个方向。切碎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。接下来准备2片的高丽菜，这颗高丽菜才台币30元，好大1颗哦，很便宜。我习惯从后面这样子剥下来。再看看是这一片，再拿去清洗。高丽菜洗好了，现在来切条。
换一个方向，把它切短一点。把高丽菜放入盘中，准备3条的香菜。香菜如何保存？大家可以回顾看看之前的影片，我有分享过香菜保存的方式。把香菜先切短一点，这样子比较好切碎。海苔采收回来后，它要经过进一步的筛选和清洗，然后再加工切碎成一样的厚度，混入适量的清水，利用电脑调整浓淡，接着经过海苔莲，也就是竹帘烘焙成4方形的片状，之后再交由受过专业训练及经验丰富的品质鉴定达人，透过色香味的和口感，区分出不同产品所需的海苔原料。就这样将烘焙好的海苔以电脑及人工检测去除它本来有的那些异味、形状不规则的不良品，然后才进行后续的调味。再来切更碎一点，可以了。把香菜放入盘中，准备1颗番茄，去掉蒂头，切一半，把头去掉。把番茄切片，把番茄切成小丁。把番茄放入盘中，马铃薯蒸好了，把马铃薯取出来，把蒸好的马铃薯放到大的调理碗里面来，把马铃薯压烂，马铃薯压烂了，可以把其他的食材放进来，高丽菜、杏鲍菇、红萝卜、香菜。半茶匙玫瑰盐，半茶匙花椒粉，半茶匙黑胡椒，1茶匙2砂糖，1/4茶匙白胡椒粉，1茶匙酱油，适量的黑芝麻，100克中筋面粉。把所有食材搅拌均匀，可以再来一些香油，1茶匙香油，2汤匙的过滤水。继续搅拌成团，像这样不停的搅拌，让它产生粘性。已经产生粘性了，可以了，先放旁边备用。刚刚讲到海苔的制造过程，现在那些调味好的海苔，经过再次烘烤，将调味液烘干，再以电脑、人工2次检查才能包装、封箱，送到厂商、送到店家。我找完资料后了解了，才理解为什么海苔要卖那么贵。常常我都会说，买海苔好像在买空气一样，包装很大，内容物很少。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有这样的同感？现在我终于明白了，因为呢，海苔的制造过程非常的不容易，所以当然就不便宜啦。那现在我们呢就要准备这个海苔，剪成小片一点，来包这个馅料。我买的海苔是这样子正方形大张的，所以就从中间把它剪开一半，可以剪成自己喜欢的大小。这里我是分成3等份。你要做大个一点，就剪一半就好。取适量的馅料放在海苔上，折起来，它就粘起来了。这里再给它整理一下，可以了。
我是先煮了一锅水，水滚了，放进来蒸，盖上盖子蒸20分钟。时间到了，哇，海苔的香味好香哦！赶快夹出来。锅内放入1汤匙的油，要来做酱汁。番茄放进来炒香。先稍微把番茄炒软，可以感觉到番茄有被炒软了。现在来调味，转小火，1汤匙的番茄酱，1汤匙的素蚝油，2砂糖1茶匙，胡椒粉半茶匙，把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放入过滤水，大约100 cc。翻拌均匀，酱汁滚了，放入太白粉水勾芡，让酱汁再次煮滚就可以了。酱汁冒大滚了，可以了，完成，可以淋上酱汁了。耶，番茄汁。你要夹菜呀？菜。哦，掉了，来，妈妈帮你夹。妈妈咖喱菜。好，高丽菜。咖喱菜。耶，吃晚餐。再一端，那地上还要吗？不要啦。好。我菜可以吃吗？妈妈吃一片，试看看。可以。不要。今天做海苔哦，你们最喜欢的海苔耶。好软哦，很好吃。QQ 了。对，软软 QQ 的。海苔好香。要加点酱汁，这酱汁很开胃，酸酸的，又咸咸的。我们家孩子超爱吃高丽菜。哇，你已经吃掉一片了耶，来再加一片。这用蒸的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真的软软的。软软 QQ 了。好，香菜给妈妈，有一点辣，因为妈妈放一点点黑胡椒。哇，一只猛扒饭太好吃了。看你吃都觉得好吃了，一只猛扒饭。小元宝因为觉得有一点辣，所以他去找水喝了。因为我放了黑胡椒，所以如果给怕辣的孩子吃，就是黑胡椒不要放。例如我不会怕辣，儿子比较不怕黑胡椒的辣，女儿对黑胡椒比较敏感。不知道为啥。可是非常好吃，对于大人来说很香。非常香。这次是用蒸的。平常很多人问我啊，可不可以用蒸的？我常常做炸的时候，或是做煎的时候，就有人会问，可不可以做蒸的？这一道呢就是蒸的。那如果你想吃酥脆的口感，就可以拿去炸，而且海苔炸完之后会更香哦。我也是吗？我也不能。这一道红红的，这样子呢要加饭哦。太好吃，要加饭，然后你自己加。猛吃吧。这一道红红的很适合当成年菜，而且这样排成一圈圆圆满满的，然后平常当家常菜很好吃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记得分享、按赞加订阅，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，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。那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小元宝回来了，你去喝水对不对？好，跟大家说拜拜喽！好，你赶快吃，加好多饭哦。